霹雳15E空空导弹亮相本届珠海航展，而且呢还标示了相关的性能。从标牌情况看，该型导弹的射程只有145公里。那么网友们是否就因此而失望呢？大可不必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按照过去媒体上的说法和网上的传说，霹雳15E它的射程超过300公里，但是在本届珠海航展所公开的霹雳15E空空导弹的数据，它的最大射程只有145公里，估计很多人会感到失望了。因为145公里射程虽然不近了，但是呢，和大家的预期可能有一定的差距。当然，这款导弹也并非没有值得关注的亮点。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宣传材料里面提到了霹雳15E这款超视距空空导弹，它采用了双向数据链，而且末端呢的导引头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导引头，这2项技术可是相当先进了。过去的中距空空弹、拦射弹，一般来讲，发射去之后，它的中段主要靠惯性导航，到末段呢用雷达导引，这是所谓的发射后不管的先进中距空空导弹。那么现在添上数据链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它在飞行途中采集到的相关数据可以回传给战斗机飞行员，而战斗机飞行员也可以把它做出的重新分析判断和决策，通过数据链传送给这枚导弹，从而让它更精确的追踪目标。那么过去所谓的发射后不管的中距空空导弹，一般采用的导引头都是脉冲多普勒体制的，而如果你给它配装了有源相控体制的导引头呢，不论是它的精确跟踪能力、抗干扰能力都可以有大幅度的提升。当然，要想把有源相控雷达装在导弹导引头那么小的空间内，这个可是相当困难的。目前能搞出带有源相控雷达导引头的导弹的国家屈指可数。中国在基础的电子元器件这个领域呢，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，很多方面呢已经处于领先水平，因此开发这种先进的中距空空弹完全没有问题。最关键的也是网友们这次最关注的就是射程了。霹雳15E这种出口版的空空导弹，为什么射程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，只有145公里呢？这里面呢，可能是出于这么几个原因。一个呢，我们的出口版的霹雳15E发动机换了，不是使用的过去传说的双脉冲发动机，而是普通的火箭发动机。那么从霹雳15E这个弹径长短这个角度分析呢，它和美国的 AIM-120D 基本类似。那么美国的 AIM-120系列导弹采用的也就是个普通的这个火箭发动机。那么如果双方的技术水平相当，它们的射程恐怕最大也就在120公里到150公里这个区间了。只有换装了更先进的双脉冲的火箭发动机，才有可能把它的射程呢进一步的提升。显然，霹雳15E这款中国对外出口版的中距拦射弹，它是做了降级处理的。当然，这个降级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因为把霹雳15E配装在一些小型甚至中型的战斗机上，它的射程应该说足够了。特别是一些小型的先进战机，它的机载雷达的探测距离本来就有限，很多第3代的轻型战机，它的机载雷达探测距离可能也就100公里左右。那么霹雳15E的射程现在已经达到了145公里，这不但足够了，甚至还超出了能力。你搞得更远有什么意义呢？只要它的最大射程能够达到美国 AIM-120C、AIM-120D 与它们相当，也就足够了。只要在射程和技术方面不比他们差，我想很多第3世界国家都会接受的。因为环顾世界各国的研发的各种各样的
空对空导弹，特别是超视距空对空导弹。霹雳15E它目前的水平已经是一流了，超过了俄罗斯的 R-77，超过了美国的 AIM-120ABC 和 AIM-120D 基本相当。那么这样的一款出口型的超视距空空导弹，不但性能满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，它还有个突出的优点，就是这种导弹呢相对比较便宜。如果你采用了双脉冲这个发动机，那恐怕成本就会大幅度的提升。何况它还配有比较先进的双向数据链和有源相阵雷达导引头，可以讲这已经足够了，其水平不亚于目前西方世界主流空导弹。当然，国产的霹雳15E它能达到什么样的射程精度，目前呢是保密的，因为相关的数据没有公开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